去年11月5号，尹锡悦成功当选韩国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自此，他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正式进入韩国总统两强对决，冲击在3月9号决出的总统宝座。实际上，由于在目前的总统候选人当中，没有一人拥有绝对压倒性优势，当前各大政治势力摩拳擦掌，甚至为了赢取有利局面，互相爆黑料，导致韩国大选再现选举乱象。再加上朴槿惠被特赦，会否复仇当年弹劾自己的前检察官尹锡悦，值得关注。尹锡悦如今民调落后，又刚刚解散了竞选团队，会否一蹶不振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盖洛普1月7号发布的下届总统人选支持率调查结果显示，李在明以36%的支持率领先于尹锡悦的26%，两人支持率差距达10个百分点。 세계 최초로 기본소득을 지급하는 나라, 기본주택, 기본금융으로 기본적 삶을 지켜주는 나라를 만들겠습니다. 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今年58岁，出身草根，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小学毕业后，他便出来打工。当时因为还没到法定年龄，他只好拿别人的简历找工作，用假名字上班。 在工作中，他还曾不幸被机器压到左臂，落下了6级残疾。但李在明没有就此放弃他的求学生涯。他在18岁时考取了韩国中央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奖学金。随后在25岁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2006年，李在明开始从政。2010年，他成功当选京畿道城南市市长，并在4年后赢得连任。 2018年，他在卸任京畿道城南市市长之后，担任京畿道知事，直到去年成为总统候选人才卸任。不过，这并不是李在明第一次竞选总统。2017年1月23号，李在明宣布参选总统，当时他将发布会选址在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上大院洞东方双狮手表工厂，这是李在明少年时期打工的地方。 李在明当时就宣称，他将成为大韩民国第1个工人出身的总统。李在明带着草根标签，积极为自己打造亲民人设，并在担任市长期间参与录制热门综艺。 저의 거의 대부분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김혜경 제 아내입니다. 26년간 같이 산 저희 남편 이재명입니다. 엄청 과식적이야. 打呼、赖床，被妻子哄着起床，慢吞吞吃早饭，再穿上西装出门上班。李在明在综艺里与妻子的日常互动，收获了很多粉丝。幽默、直爽、顽皮，成为了李在明的标签。他甚至在节目中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成为了总统候选人，就不会被邀请参加节目了吧？” 네, 이제 말씀을 들어가지고 진짜 처음에는 제가 안 한다고 그랬어요. 한 넉 달 정도 뭐 고사하셨다고? 근데 기분 나쁜 거는 아니 제가 대통령이 됐으면은 절대로 이런 거 요청을 안 했을 텐데 이거 안 되는 걸 전제로 하는데. 当节目主持人问及李在明参加综艺的真实原因时，李在明坦言，外界对政治家的印象是锋利、狠、细心。言下之意是，他希望在节目中能够展现出另一面。不仅如此，李在明还善于与民众，尤其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不仅时常出现在烛光集会、电视、广播之中，还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如今，他在推特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61万。在本届总统选举中，李在明还注重听取青年意见，广泛争取年轻人的选票。值得一提的是，据韩民族日报1月6号报道，就在新年第2天，一名负责听取韩国各地提案人意见的30多岁男性，在共同民主党党内提议，抗脱发药物给人的经济负担太大，有必要纳入医保。该党的青年选举对策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2天后，李在明将这一提议纳入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当中，提出将脱发纳入医保作为惠民政策。此举引起韩国网络热议，尤其在脱发者社区引起了不小反响。一些网民表示，光是药费就几十万，想都别想，选他吧。不仅如此，共同民主党和李在明趁机造势。李在明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5秒的短视频，说要拔了李在明吗？不，李在明是用来植发的。但并非所有韩国人都将这一提议视为惠民政策。
有网民表示，在韩国医保尚未实现重症疾病医疗费用全覆盖的时候，把美容整形事项纳入医保是不可接受的。还有人认为这只会加速医保枯竭，是一种给自己拉票的行为。目前身在韩国的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留学生徐秀珍就观察到，韩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脱发困扰，因此李在明可以说是投民众所好。无论是在新闻头条上，还是各大知名阅读网站的平台上，也不断出现脱发这一关键词。尽管目前李在明选情势头向好，但在去年11月中旬时，他的支持率还落后于对手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将近10个百分点。尹锡悦今年62岁，父亲是私立名校延世大学统计学教授。他在1979年考入首尔大学法学院，经历9次失败，终于在1991年通过司法考试。随后在1994年进入检察系统工作，给大众的印象是作风正派。在此次竞选总统之前，尹锡悦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是调查朴槿惠亲信门。在2016年朴槿惠亲信门爆发后，尹锡悦被任命为调查团队组长，领导20名检察官进行调查。2017年，在文在寅上台后的第9天，尹锡悦就被任命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主要负责对文在寅主导推进的击毙清算问题进行调查，坐镇指挥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门、李明博贪腐案，将2名前总统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等人送进监狱。基于尹锡悦在调查中的突出贡献，2019年6月，文在寅将他提拔为检察总长，并在递交任命书的时候，将尹锡悦亲切称为“我们的尹总长”。但是，由于反对文在寅旨在削弱检方庞大权力的检察机构改革，尹锡悦与时任法务部长邱美爱矛盾激化，与文在寅也渐行渐远，并在去年3月辞职，随后加入了朴槿惠之前所属的政党国民力量党，宣布竞选党内总统候选人。기쁨보다 엄중한 책임감과 정권 교체의 무거운 사명감을 느낍니다。尹锡悦在当选总统候选人之后表示，将重新树立公平正义，团结国民，重启经济增长引擎，加强弱势群体福利，建设文化强国，加强创意性教育，以及构建稳固的安保体制，根除强大的腐败集团，推进政治改革。在竞选策略上，尹锡悦主打反文在寅牌，称文在寅政府妄想继续掠夺国民，认为其从住房政策到脱核电政策都是暴行，是在拿韩国的未来做赌注。尹锡悦敢于与文在寅政府对抗，为他吸了不少粉，由此他成为了2022年大选热门候选人。由于此前调查朴槿惠亲信门，尹锡悦在党内多少有些尴尬，并且朴槿惠至今仍在韩国某些区域拥有一定人气。有观察就分析，与文在寅反目的尹锡悦或许想与朴系冰释前嫌，从而争取选票。去年9月17号是朴槿惠父亲朴正熙遭暗杀42周年的纪念日，尹锡悦还特地高调去参拜了朴正熙的故居，象征意义极强。在他加入的这个朴槿惠这个主战的这个政党之后，实际上他很难跟朴槿惠做出完全这个清晰的切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种就是这个知恩图报的感觉，可能比这个完全跟朴槿惠去切割，可能对这个尹锡悦竞选可能是更为这个有利。但是从这个未来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尹锡悦将会这个就此与这个朴槿惠冰释前嫌。虽然说在朴槿惠释放之后，那么尹锡悦也公开表示了歉意，但是从绝望当中再生的一个强韧的前总统朴槿惠来说，可能这并不是一个必须和必要的。那么未来这个尹锡悦还会不会就借助朴槿惠牌实现这样一个有力的转换，我想这可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不过近期尹锡悦的丑闻一桩接着一桩浮出水面。先是其岳母骗保，在去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随后是去年10月，尹锡悦在出席电视讨论会时手心惊现王字，引发了巫术争议。而对尹锡悦打击最大的丑闻是，他的妻子金建熙卷入了履历造假风波。去年6月，一份尹锡悦的 X 档案在网上疯传。据悉，这份档案详细记述了尹锡悦的成长经历，以及围绕其家人的各种质疑。그런 검증은 어떤 합당한 근거와 그 팩트에 기초해서 이루어지는 것이
맞다고 생각하고。去年12月，韩媒爆料，尹锡悦妻子金建希涉嫌在2007年及2013年申请大学教职时虚报个人经历和获奖成果。金建希2007年向水源女子大学递交的特聘教授应聘书显示，其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韩国游戏产业协会策划组的策划理事，但实际上，韩国游戏产业协会的成立时间是在2004年6月。简历中还显示，金建希曾在2004年首尔国际漫画动画节上荣获大奖，经核实，获奖者并非金建希。金建希在提交这份简历后，获得了兼职教授职位，并工作了11个月。在媒体的深挖下，金建希不得不承认了这些指控。那此次韩国大选可以说是乱象频发，那舆论甚至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厌恶感大选。我们注意到很多年轻人呢，甚至提出要换掉目前的这个候选人。那李先生，您怎么来看这样的现象？韩国的过去的70年当中之前的很多选举呢，都出现过这种的乱象，特别是为了拿高中间选民的票，丑化、抹化对方候选人的各种的方法。比如说金大中跟李佩强，1997年选举的时候呢，当时的最后结果呢，差就是1.5%，差很少的。然后呢，当时金大中这一边，竞选团队提出来了，说李佩强他2个儿子，当时李佩强还有领先的，李佩强2个儿子做当兵的，兵役问题上他有作弊的，他就没有当兵的意思了，作弊来没有当兵。然后呢，这个新闻吵了很乱，很厉害的。然后呢，这个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就是李佩强输掉金大中，大概1.5%，金大中当选。后来呢，这个新闻问题到法庭去，结果呢，就是最后判定为这个事实上没有这种回事，但是呢，已经金大中当选，就改变不了这个情况。尹锡悦的个人履历也是非常的值得关注。那我们知道他是当年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的检察总长，当时呢，他跟这个现任总统文在寅的关系非常的好。在跟文在寅反目之后，转身投入到了这个朴槿惠所在的保守派阵营。陈女士怎么来看他的选择？我认为从尹锡悦个人的人生沉浮来看，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从一而终的人。那在不同的时期，他都有不同的生存的战略，所以他可谓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标准的政治家。那比如说尹锡悦在文在寅任上呢，曾经是韩国的检察总长。那其加入国民力量党之后，宣布要竞选总统时，那打出的旗号也是反对文在寅政府。所以可以说，尽管在朴槿惠弹劾乃至获刑的这个过程中，作为检察官的尹锡悦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政治家的尹锡悦一定要坚持继续走反朴乃至反对保守阵营的道路。那相反，早在去年8月，尹锡悦就已经提出来了要去特别赦免朴槿惠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提议，来淡化自己的过去，博得保守民众的支持。